俺邻居啊是外景离密，别看他天天坐个办公室啊喝茶，我500块钱买他一块龙牙，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？我看你拿的是一块乳皮壳的赵忠啊，光听你这500买的价格，应该不会真。我先来看看。我感觉不一定假，因为我买的时候啊是趁他喝醉酒了，我相当于500块钱加一瓶酒，又加一顿饭换来的。一般像这种平底盒子币啊，都要仔细对比官网细节。你拿到手之后，可以看一下这盒子是否被打开过，转一圈之后，一切看着还很正常。你这几百块钱买来比较值啊。这个造币中上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是币面带彩，而且还都是全身打，真假完全没问题。你这几百块钱花的比较超值。我感觉买的也比较超值。昨天我找我同事看真假，他居然1万块钱想买走，你说我亏不亏？那你看你买的价格来看的话，肯定不亏。500块钱加一顿饭，大不了也就几百块钱的成本呗。但是按照你办事来讲，就有点不地道了。你想想，当时你是清醒的，恁邻居啊却是醉酒状态，这么好的赵忠，买的时候恐怕1万块钱买不到。你别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价值，因为啥吧？因为这银元有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，他喝醉了，啥也不知道。那咱先不管这个银元在哪里来的啊，咱们就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这个赵忠是你了，别人请你喝一顿酒，然后几百块钱给你买走，到手赚1万多，你这心情作何感想啊？我肯定不愿意啊！他请我喝一顿酒，这一下子损失18000块。对呀，我肯定给他誓不罢休。关键是他喝多了，他再是喝多了，就一顿酒一顿饭的功夫而已。你看你的反应就那么激烈，酒醉酒醒之后啊，他肯定是找他的银元了。万一他问你这银元弄哪去了，你给他咋说嘞？我能怎么说嘞？反正我给他转500块钱的账，我到时候啊随意给他搪塞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种想法。别人经常讲君子挣钱取之有道，你那500块钱的转账记录，它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像你拿过来的这个赵忠，首先你看一下，它笔面带彩，这种包浆啊，它和普通的赵忠不一样，因为赵忠平时也比较常见，但是能有这种好包浆呢，确实不多。常见的赵忠啊，皮壳大92的，大部分都是大白币，而你这个带彩比较难遇，这是第一个比较好的优点。另外一个就是你这赵忠，你看两面全身大。其实啊，每块银元从造币厂出来都是这种状态，只不过是有些银元在市面上它流通的时间长了，对吧？它就会有流通痕迹，有磨损。鉴于你这个赵忠的状态不错，再细看一下它这个龙鳞和鼻子，因为赵忠主要是看龙鳞和鼻子。就目前你这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，大概价值能卖个17800吧。17800，那照你的意思，我少卖了几千块钱啊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啊，低于市场价卖的话更快一些。那低于市场价确实是好出手啊，但是便宜卖对你来说没啥好处啊。不管你这个银元是哪来的，你低于市场价，对吧？低于一半的价钱，大几千的价钱，这是对朋友不负责任。如果你真给朋友便宜卖了，那你将来咋去面对你这个邻居嘞？这有啥？你完全想多了。我们只是酒肉朋友而已。如果他不让我赚点钱，你说我怎么会请他吃饭呢？吃饭喝酒，这不都是相互请了吗？你这话办这事儿，说实话，把酒肉朋友这4个字形容的淋漓尽致，你这太不负责任了。说句实话，幸亏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你这是典型的笑面虎，当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，你这办事太不靠谱了。你这个银元啊，你赶紧拿走。说实话，你办这事让人气人，让人听了真气人。你得了吧，你要不是我鉴定真假本我早都怼你了。你还走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我昨天碰见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花200块钱请他吃顿饭，结果6000块钱买他6块银元，我搁网上一查价格，我发财了。原来这6块银元是花6000块钱买的，这里边有3块比较常见的赵忠北洋，这剩下的这3块，这都是大真银元啊！看来恁这个同学是摆地摊的呀？摆地摊是什么意思呀？我听他说他在北京都买房了，这是看我家庭条件差，故意拉我一把。你这是典型的被人卖了还帮别人输钱了。你感觉这6000块钱买的银元，这能卖多少钱？你说这话啥意思啊？那我在网上查的，就这一块造币总厂呗，好像都能卖个7、8千块钱吧。
这同学帮同学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说的对，同学帮同学是应该的，尤其是遇到家庭条件不好了。但是帮衬也不像你这种帮衬法啊。明说了吧，你这个品相的造种不值7、8千，如果是真的，轻轻松松卖个1万大几没啥问题。对，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让我多少有一点利润。我是真没想到呀，他真是太够意思了。你这是哪是一点利润啊？你这3块的造种北阳比较常见，就不说了，就单说这另外这3块大针，就说这个长须龙吧，典型的样币，就现有的存世量以个位数为单位，是名副其实的物以稀为贵。保守给你估价的话，这个如果是真的8、900万还是有的。你估的太夸张了吧？这能值几百万吗？我的天呀，这不是天上掉大馅饼吗？我说，如果是真币的话，肯定几百万没跑。但是你这几块银元状态的话，这可不是什么馅饼，是馅饼，一字之差，这可是天壤之别。假的6块全假，都是1元假的东西。你说假都假了吗？我给我老同学打电话对质，我让他告诉你什么叫真，什么叫假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打电话，你俩说。那行，你打吧，我洗耳恭听。哎呀，我看看那同学咋说。我开免提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n. 您好，关机了。这打电话啥意思？关机了吗？等他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。他手机号没电。哎呀，我要是那同学的话，我也关机。拿这6块银元能卖6000块钱，这不就相当于在捡钱吗？老板，你这风凉话就先别说了。我这6000块钱买他的银元，就是想从中挣点钱。你帮我看看到底能卖多少钱吧？你先不要误会，我并没有说什么风凉话，说你这6块银元是假的，这是实话。具体能值多少钱，无非也就2个结果。如果是真银假币的话，它的成本也就是一个100块钱。我看有些连银子都不是，那它就分文不值了。老板，你别跟我开玩笑。我其实就是一个俗人。这6000块钱其实是我们家这3个月来开销的生活费。我是本来想从中赚点钱。然后可别弄得我啥都没有了。是恁家的生活费你也乱买东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对这些银元懂不懂？不懂。我感觉你也是不懂，就光看这里边的，你看这俩72、73，就像这种翻版。说实话，这一看，这都是1元假的东西，这也是洋币啊！你说实话，你这买来最后是分文不值啊！那这可咋办呀？我这个老同学回来是办事来，如果是假了，我可上哪去找他去吧？你说？这我也帮不了你。通过这几块银元啊，我要奉献你一句：你要想发财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。捡漏更不会说了。如果你不懂银元，对吧？你不要随便去买了。即使买的话，你也得找那些靠谱的、懂行的人。对不对？那几十年没联系了，只能叙旧，你对他也不了解，贸贸然的你就这样上当了。还有，你这个同学也是的，兔子都不吃窝边草，他竟然连同学都忽悠，说明他，逮着谁忽悠谁了。你也别站这发愣了，不是昨天才买了吗？说不定他现在还没来，你还没走嘞，对不对？你赶紧抓紧时间找他了，对不对？啥都不说，把你6000块钱赶紧给他要了。谢谢你老板，谢谢你，我给你不客气。好。